200元的香港2日跟团游，原以为是乞丐游，没想到待遇超好，像是2000元级享受。出行是全程空调旅游大巴，非常的舒适。团餐安排在维多利亚港旁边的餐厅，菜的味道也挺还不错的。住宿也是幸运的临时升级为4星级酒店。其实这是我第2次在深圳跟团进行香港2日游，因第1次跟团游体验很不错，所以想再跟团去香港体验1次，于是就有了这次重复出行的动机。早上8点30分，我们赶到深圳的莲塘口岸地铁口集合，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已经有大量游客聚集，以及举着各式彩旗的导游和领队。我们这边的领队一个个的喊名字，看人到齐没有。来，先听我讲一下，1号家庭到了吗？2号。找到我们的领队报到后，领到了号牌、香港流量卡和酒店一次性用品。相比于暑假时期，现在去香港的游客数量起码翻了好几倍。人到齐后，我们便开始通过深圳和香港的口岸。现在的通关流程非常便捷，刷港澳通行证，然后按指纹刷脸，不到1分钟便能通关。香港一侧的通关方式与深圳完全一致，除了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区别，香港和内地的融合确实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过了口岸，导游又重新叫了1次名字，人员都到齐后，大家都前往地下停车场集合。面对我啊！面对我排2队，你们排2队2队。第2次坐大巴车，没有等很久，大家集合排队后，就直接按顺序上车。不用再次坐上香港的旅游大巴，发现有了一些变化。上次的大巴车内粘贴了许多罚款的告示，比如抽烟罚款、吃东西罚款、丢垃圾罚款等等。这次的大巴车就基本上都看不到了。这次带领我们游玩的是一个香港女导游，虽然普通话不大好，但态度非常热情，路上还给我们讲解香港的。大家看一下左手边、右手边，这里是不是豪宅区啊？都是小洋房哦，对不对？是不是？香港不是高楼大厦吗？为什么这里都是小洋房呢？这一期叫福建，也就是所谓的龙孩子嫁到这几个乡，肚子争气，给他生个男孩，那这你就发达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乡无条件的拨一块地给你建3层楼，这块3层呢，最少这块地800万，不能卖，只能租给人家住。那如果生你的，大家都知道没有的，丁嘛，丁钱嘛，对吗？拍一下啊，如果不行的话，等一下上来找那个小林啊，再记一下看看能不能。第1站来到洪大仙庙，导游只给了半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希望不要误会是幼儿园啊，这个不是幼儿园，这个是在在马路边上还设有乱停车罚款的指示牌。黄大仙庙是香港最著名的庙宇之一，都说香港的黄大仙的庙非常的灵验。黄大仙祠主要供奉道教神祇黄初平及黄大仙，传说他法力高强，以行医济世为怀。此外，祠内还供奉有孔子、观音等儒释两教的神祇，体现了3教融合的特色。这里来的香客也非常的多。2014年，黄大仙信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一站是去吃午餐，叫廉租房，是吧？我们叫公屋啊。这里呢，香港人有一个习惯，很讲究风水啊，讲究风水，他就不愿意住庙的旁边。他说庙前旺，庙后孤，庙主庙又住的是寡妇，所以呢，这里呢叫贫民区。那香港人不大，香港人有多大呢？
有新界、九龙、香港岛，还有一个大屿山4个大岛4个大岛260个离岛组成的，总面积才1104平方公里，但是宁可呢有780万，不加游客，所以香港的房子都往上发展，再怎么发展也是不够住，所以香港的房价呢不敢说世界上最贵的，但是像这里呢4年楼房要多少钱1平米？13万到17万，对，还不是新楼所以香港5万块工资的买不起房，买不起，所以我们同胞来香港都说香港人住的好可怜，多可怜呢！50平米，3代同堂，虽小5站齐全，非常温馨。怎么温馨法呢？我们开门进去，我们一家人就能看到，你们行吗？不行呗，对不对？所以呢，你们回家叫个妈叫个爸都要挺大声的，所以这就心态的问题了。吃午餐的地方是在维多利亚港旁边，装修很大气，窗外风景特别好，10人一桌，有鸡肉、鱼肉和虾，团餐水平比上次有所提升，上次是没有基围虾的，菜的味道做得也很不错，再加上这算优美的就餐环境，绝大多数游客都是非常满意的。游客们吃完，成群结队的小麻雀再来吃一轮，确实环保。没有，都饱了。吃完午餐，就到了本次行程唯一的购物环节——去药店。导游并没有强烈逼迫、怂恿游客购买的意思。我上次买了400块的跌打水，这次没有看到特别想要买的东西，就1分钱没花。药店的下一站是西九龙文化中心。李嘉诚呢，在香港人的评价中，觉得他好不好？他人品好不好？也睡着了，出来就是干嘛？长见识不管你来了多少次，每个干嘛？每个导游讲的都不一样都有很多干嘛能提高一下眼界的了解多一点香港的。那我告诉你这一块都是李嘉诚建的。这一块房子，所有的房子都是李嘉诚建的，黄埔天地都是李嘉诚的这里呢都是他建的。李嘉诚呢，在香港人心目中的评价那是不咋地为什么呢？因为他赚中国人的钱去赞助英国人的经济，你说他能好吗？因为在97之前，英国人是我们要把他赶走了，但是呢，李嘉诚没走也没有去我们大中国赞助我们大中国的经济，也没有去其他国家，他就在香港。在香港的时候，就给英国人手上买了很多地，建房子卖给中国人，赚了钱就拿去英国人赞助英国人的经济。西九文化中心并没什么可以浏览的，只是离海边很近，方便观赏维多利亚港的风光。接下来就是去星光大道，然后坐天星小轮。这次的导游性格更温和一些，也更有耐心。上次的东北导游到这一站已经丢下了2个游客，这次的香港导游力争挽救每一个迟到的游客，打电话联系或者下车去找，非常的尽职尽责。星光大道是为了表扬香港电影界的杰出人士，有73名电影名人的铭刻，30多位名人手印，漫步星光大道。在观看众多名人手印的同时，还可以从容地欣赏到香港著名的维多利亚港景色、香港岛沿岸特色建筑。天星小轮是与香港电车、太平山缆车齐名的，拥有100年以上悠久历史的交通工具。天星小轮的起源要追溯至1880年，由一位波斯拜火教教徒创办，在中环、湾仔、尖沙咀都设有码头。天星小轮的条件虽然陈旧简陋，但船票价格非常亲民，只需几港币，支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2009年还被国家地理旅游杂志列为
人生50个必到景点之一，而且还同时获美国旅游作家协会评选为全球10大最精彩渡轮游之首，所以许多到港的游客必会来打卡乘坐。跑一下会不会？为什么这个？我们坐中间点吧。我们就坐这边吧。哦，对对对。其实也是。他这样你们。好。问到师傅在不在？说吧。下不去。好的。为什么不建桥呢？因为香港人很讲究风水，说整个香港是一条龙，龙头在香港岛，龙生龙尾，在九龙新界。如果建桥了，这条龙就干嘛？斩断了，香港这福地就没了。所以呢，不管是行政长官和这以前的港督，都没有一个人敢说要建桥的。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桥。那所以呢，一定要干嘛？做这个百轮渡，要不然就是海底隧道，坐地铁。所以呢，1969年之后才开始有海底隧道。海底隧道第一条海底隧道就是包玉刚花了3亿2千万建的，叫红磡海底隧道，全长2公里，最深海面24米，城乡时代建筑。当时的包玉刚花了3亿2千万，不是个小数目哦。所以好多人的工资就10几块，有人告诉他不要投资了，投资下去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收呢？他说没关系，我干嘛造福人类有大爱的人，所以呢，他跟政府签合同了，给我30年的使用期。但是呢，建好以后多少年回收本钱呢？猜一下，3年6个月。所以呢，有钱跟没钱差别在哪里？眼界跟胆量。这个太吓人了，太恐怖。这个真的要有胆量才敢玩，没胆量不敢玩对吧？太平山那是富人区，非常有钱人住的地方，1平米100多万，所以上一次山不容易，因为有钱人怕干嘛？怕打扰，所以你上去坐缆车，在50年代那一段时间，英国人在香港殖民的时候，能让中国人上山居住吗？你再有钱都不可以。你要上山，只能干嘛？做轿夫，因为缆车呢要做官的人才能坐上去。那有钱人做什么？坐轿。那中国人只能坐轿夫上去，赚1块大洋。所以山上呢配套不齐全，没有菜市场，没有超市的，所以住的都是什么人呢？星爷朱新奇知道吗？住在太平山最顶，他买了4栋旧房子，然后给他推倒了，建了4栋新的，卖出3栋，自己留1栋，那叫天比高我们只能看他的外观，不能去他家喝可乐还有马云花了15个亿买了太平山22号别墅，在白加道，跟谁做年轻的？米兆基。所以有钱人跟有钱人在一起，那就更上一层了，对吧？是不是？所以呢，都是明星名人住在那里那香港有钱没钱，看你住的地方还有配套，有没有直升飞机、游船，还有养什么最有钱？养马左手边就是马场。我们不是经过一个沙田的赛马场吗？现在就是左手边就跑马地的赛马场。所以香港4大天王谁最高调？郭富城，他养马，他也住在这附近，所以呢，他的马跑第一，就干嘛牵着马，牵着他老婆跟2个女儿出来咔嚓咔嚓，整个网络都知道是他的马跑第一了所以每个星期三这个马场就在跑马赛马的拐弯过去就太平山了。这海拔高不高？不高，554米，但是在香港的
已经是最高的了。它的那个地形不一样，所以最高的。我要坐下来了，这个看到整个赛马场，看到一个绿帽子的房子。在香港呢，我告诉你，才有绿帽子的房子啊！帽子的房子能看到吗？绿帽子的。拍个照，打个卡啊！那个发个朋友圈，香港有绿帽子的房子，在大中国是没有的啊。那香港绿色代表财富，红色代表喜庆，所以有钱人他的屋顶啊，喜欢用绿色的啊，用绿色的。接下来就到了香港跟团行的最重要一站——太平山顶。太平山是香港的富人聚集区，李嘉诚家族和鸿燊家族、马云、李兆基等富豪、周星驰、陈奕迅、黎明等娱乐圈明星都在太平山拥有豪宅，其中周星驰的山顶豪宅最为醒目，几乎每个导游都会给游客指点一番。太平山顶是俯瞰维多利亚港湾最好的位置，在这里能够清楚地看到香港真是一个风水宝地，既拥有优良的深水港，又是完美的避风塘。导游说，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没有修筑桥梁，并不是没有资金和技术，而是因为香港人特别注重风水。香港人认为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的海湾是香港这条巨龙的脖子，在中间修桥，就相当于给香港这条巨龙脖子上戴上了枷锁，会影响香港的运势和发展。具体事实是不是如导游所说，无法证实。大姐这么一说，我们就这么一听。晚餐需要在太平山顶自己解决，导游挤的时间不是太充裕，这次又只能选择在麦当劳餐厅买个汉堡草草解决。一个巨无霸汉堡20多元，比内地也贵不了多少，使用微信或支付宝都可以支付，非常方便。最后一站是到香港岛的码头，乘坐邮轮游览维多利亚港。因为我上次已经报名体验过了，所以这次就没有去，选择和孩子一起在附近逛逛。湾仔区相当于是香港的繁华地带，金紫荆的雕塑就在海边，周边游客还是非常多的。还有拍照片的。还是别吃了，你刚刚反胃还吃冰淇淋。13块钱穿一个冰淇淋。这次来非常幸运，还在金紫荆广场看到了庄严的降旗仪式。
个小时后，我们和游船归来的游客集合，一起被送去酒店。在旅游大巴上，我原以为住的酒店是和上次一样，位于青衣的集装箱港口旁。那家酒店的房间是我这辈子住过最小的酒店，房间宽度估计只有1.8米，放了2张窄床，一个翻身就能从床上滚下来。意外的是，这次住换了一家酒店。当我们打开酒店房间的大门，看到的是无比宽敞的房间，还有2张宽度为1.5大床，房间设施极其齐全，2个墙角分别放着空气净化器和加湿器，这装备水平比我住过的香格里拉酒店和希尔顿酒店都更齐全。我查了一下这间酒店房间在互联网平台的价格是每晚1000元左右人民币，这次跟团游200元的价格能住上这样条件的酒店，算是非常幸运了。接下来第2天的香港自由行由下集播放，还请朋友们关注订阅观看。